第122章，干不了。唐耀华这个单子是老彭介绍的，我不能怠慢。再说唐耀华也的确有需求，看上去还挺急，所以回来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项目交给了老唐去跟。现在我部门能够跟这种大单的，只有老唐和刘森。从专业性来说，刘森肯定要好一些，但是老唐胜在有一种老黄牛的精神，做事耐心认真，但凡是跟他合作过的客户，对他的评价都很高。我考虑到唐耀华可能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我安排老唐也是看中他的这些优秀品质，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单子漂漂亮亮的拿下来。然而我预料的事情果然没有差，唐耀华的意向非常足，每一次对方案都催得很急，但是方案一过去，他就没有回应了。老唐想了各种办法和唐耀华接触沟通，然后反馈回来就是希望能从我这边再磨一点价格。我一听就觉得这事儿挺不靠谱。我们做行业网站核心关键是要把客户调动起来，要让客户真正的看到行业网站的前景，以及他们通过行业网站能够获得的利益。如果说客户真的能够看到这些东西，他们不会对价格如此敏感。方案一过去就要磨价格，对这个唐耀华我有些吃不准。我安排老唐跟这个单，就是想留个缓冲的余地，探一探这个唐耀华的深浅。我考虑了一下，把部门主要的业务员召集一起，大家一起来分析这个单。刘森就明确讲了，老唐，你这个客户有问题，我们干行业网站，客户一上来就要磨价格，那肯定有问题。老唐道，这个客户很懂，我给他做了方案之后，他问了我很多问题，有些问题我都觉得很难回答。刘森一拍手道，懂就对了，他越懂越给你一种错觉，好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，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个老板一定和其他公司有接触，他手中有备选方案。老唐道，不可能吧，目前我们深圳有这个实力做好行业网站的公司还只有我们，其他的公司是把企业网站当行业网站做，完全就是个空架子。刘森道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上高一样做行业网站，而且他们的策略跟我们差不多，之前他们可能还有些差距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差距应该很小了。我觉得刘森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还是想降一次价试一试，万一老唐判断的准确呢？我让老唐把报价降低了1万，结果老唐磨了2天，还是拿不下单。在开会的时候，张静就道，要搞清楚这个情况也简单，以上高公司的名义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张静说干就干，直接就给唐耀华打电话，说自己是上高公司的策划经理，问唐耀华对方案有没有意见。唐耀华竟然跟张静噼里啪啦的讨论了一大堆，这一讨论形势就明朗了。卧槽，这个唐耀华鬼精的，他是用我们的方案去比较上高那边给他做的方案，然后用我们的方案再去上高那边压价格，他两边操作，两边讨好，这个人实在是太精明了。实话讲，对这人我一下就没有了好感。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是个服务业，产品的价格是决定服务质量的。唐耀华一味的要把价格压到最低，那样我们就没有充足的利润了，公司不可能亏本做服务啊。也就是说，唐耀华并不是双赢的思维，双赢的公司是赚别人的钱，然后也让别人有钱赚。你一家公司把上下游的钱都挣了，这种公司能有多少发展前景？我没有忍住，给老彭打了一个电话，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了一下。老彭道，这个唐耀华还真是幺蛾子多，耍小聪明啊。陈斌，这些屁事我不管你的，你爱怎么操作都可以。实话跟你讲，唐耀华找我一直咨询商会的事情，他很想牵头把你们武德商会给搞起来。我问老彭，彭哥，唐耀华想牵头搞商会，他的实力是不是还逊色了点？彭洪波道，陈老弟，你千万不要小瞧唐总的实力，他们那个行业赚钱的很，我保守估计唐总的资产至少过亿。彭洪波这话让我很吃惊，我知道唐耀华可能有点实力，但是他一个经营残疾人用品的企业老板，个人资产竟然过亿吗？要知道这可是05年，那个时候的亿万富翁跟现在根本不能比，那个时候深圳的房子还只是几十万到100万的样子，亿万富翁可以在深圳全款买至少100多套房子，这样的实力反正是惊呆了我。我想唐耀华有这样的实力，我是不是也支持他去搞商会呢？我反复想了之后，觉得这个事儿干不了，因为我支持老彭搞商会，并不是完全为了生意，而是我和老彭之间的感情到了那一步了，我支持他，他也会支持我，我们彼此又讲交情，又讲生意，这个事儿就能干。但是唐耀华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虽然我们一口一个老乡的叫着，但是他压根儿就不信任我。我如果主动找他说帮他运作商会的事情，他可能不仅不会感谢我，还会认为我别有用心。人性就是这样，好心不得好报是常态。所以我想了一想，觉得先让老唐撤了，既不报价，也不再给他打电话了。我觉得老唐这个生意我们应该是做不了，与其在一棵树上吊死，还不如干脆舍弃了去发掘整片森林去。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老唐这边一撒手，唐耀华竟然直接跟我打电话了，开门见山的就说，老乡，你给我介绍的做行业网站的那个业务员工作不怎么认真负责啊，
对我们客户需求总是有理解的偏差，这可不行喽。我一听唐耀华这口吻，就想到了老黄，他妈的都是亿万富翁，可是偏偏干这么芝麻绿豆的事儿都斤斤计较，这换一般人理解得了吗？我本来想直接一口回绝，说这生意我没办法，但是想了一想，道：老乡，是这样的，行业网站的问题，我们的小唐业务员给我汇报了，说目前市场上可能还存在第二家你们类似的企业在申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能就动不了，因为我们必须对客户负责，不能给你开空头承诺，您说是不是？我没有说你唐耀华脚踏两只船，但是隐晦的把这一层意思表达出去了，当然也算是一种婉拒的态度了。